见过老佛爷、皇上。哎呦，快点！草民叩见老佛爷。草民叩见皇上。这是大哥哦，这是四哥哥。哎呦，得嘞！草民叩见大哥。草民叩见四格格。行了行了，都别笑了，都伤成了这样了，还来迎亲，你这新郎官可当得真不容易。你就是陈然的哥哥陈俊，那如假包换呢？那你这脑袋是？就那天和他们，我是骑马去了啊，这就打马上摔下来了，大头冲下，那弄个倒栽葱，您瞅脑袋就摔成这样了。我说这位新郎官啊，哎，这是哪个大夫给你包的啊？他知不知道你今儿成亲啊？回这位公公的话，这个那是草民自个儿包的，您不知道，这脑袋摔坏了，闷难看呢。回头新娘子看见了，该说了：“哟，这位新郎官怎么摔成这样？怎么破相了？”诸位，不好！您瞅，这我包的多严实啊！看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叫什么？陈俊是吧？哎，这脑袋受了风啊，就得这么包着。听我的没错，跟你老婆入洞房的时候，千万别摘下来，切记给我包足了7749天，要不然你就变傻了。咱现在想回北京都没办法了。你这人也太小气了，你做人总要搏一下吧。你说我们俩现在要是回到了京城，那不就是出2篇报道而已吗？功劳全让主编给占了。可我们俩要留在这里，得到老佛爷的赏识，嘿，那不是要什么有什么呀？搏！你先告诉我，咱下顿饭哪儿搏去？慢点哎！过来看看。小姐，这个喜欢吗？不喜欢啊？那您看看这个啊，这个怎么样啊？谢谢爷。你整天这么游手好闲的，老佛爷交代的事儿你办了没有啊？不就是找俩照相办报纸吗？这事儿用得着我大阿哥亲自去办吗？我早交给我手下人办了。再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像这种报务上的事儿，万一哪句话得罪了老佛爷，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。哦，那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按老佛爷的意思去办了？爸，说是回北京了，回北京复命去了。你看那2个人是谁？菜来啦！鲍鱼，龙虾，请慢用。傅哥哥，您可真是观世音菩萨转世啊！我这刚一想，再一看您就来了。你们2个怎么没有回京城啊？这事儿啊，都怨贾武。自打你们入了小皇城以后啊，我就要回京城复命去。可他就是不回去。不说什么，那老佛爷一定会对咱们俩有所赏识，再多等待几天，那个老佛爷必会派人宣见咱们俩。你说他这不是有病吗？白日做梦。这怎么是白日做梦呢？如今老佛爷初到西安，一切圣谕政令都需要舆论的支持，可是舆论怎么支持呢？那就得靠报务。一份报纸，它既是政府的喉舌，也是百姓的喉舌。这点老佛爷一时想不起来，可早晚会想起来的。行啊！你这一做梦啊，你就停不下来了，你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。我说，咱们呢，再不回去，那就全饿死了。等到老佛爷召见咱们，你啊，踏踏实实的吧啊！等吃完了这顿饭，咱们跟四格格借他几十两盘缠。从哪儿来的，赶紧回哪儿去。他没做梦，
早几日前啊，老佛爷就下了旨，要宣你们两个进宫，商量怎么办报务的事情。可我们，可是啊，有些人就是贪图安逸，害怕呢兴办报务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竟敢领旨不遵，敷衍了事。还想欺瞒老佛爷，说你们二人已然回京，想让此事不了了之。谁啊？谁那么缺德？四哥哥，其实吧，这也没什么。这兴办报纸啊，确实是应该慎重周全的考虑。如果这报纸要是办不好啊，确实是很麻烦的事儿。也不是说领旨不遵，也许是老佛爷派的人也觉得办报这事儿吧，应该慎重周全的好好考虑啊，方可付诸实施。可不是，这个事儿一定要考虑清楚了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老佛爷派的就是我原打算明天找你们的，正好今天碰上了，也巧了，省得我明天费一番周折。可你们这盘缠带的也太少了吧，在京城等候后旨的官员一等就好几年呢。我要知道你们带这么点盘缠，我早撒出人找你们去了。不会怪我这个大阿哥吧？你是怎么考虑的？怎么个周全法？我说大阿哥，你也不妨说给咱们都听听，让我们也好好跟您学学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旧伤复发了！哎呀，哇！呦，爹，轻点，慢点啊！孩子呀，你怎么没让别人打死你呢？你看看，这个时候你为一个妓女争风吃醋，大打出手。不是爹，这事不赖我呀，都是那小子跟我争女人。爹您放心，那小子也没什么好果子吃，至少身上折了10几根肋骨。就我这点伤啊，养他10天半个月的准好啊。10天半个月，你就顶这么个脑袋，明天怎么给我拜堂成亲呢你？哟，我说这事儿我给忘了。要不然这么着，我说等我这伤好了，咱再拜堂成亲，不完了吗？你休想！我算看出来了，你这是诚心的你是不是以为你包着这个头，老子拿你没办法了？我告诉你，明天你给我准时去迎亲，分秒不差。你，哎呦，杨哥哥，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次偶遇的时候，我喝了你1大杯的咖啡啊？哦，当然记得。那个时候我还在想，是哪里来的冒失鬼，冒失失的，还披头散发呢。哎，那时候啊，我可是为了去找你，才摔倒在山坡下，才会那个样子的。是啊，没想到你这个丫头打扮起来还挺漂亮的。杨哥哥，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事吗？跟你这么一提，我好像记起来一点。那年，你是不是大概5、6岁的时候？不是5岁。哦，对，那年你5岁。当时我娘把你带到我家，告诉我和我哥，说你娘过世了，而你爹呢被派去陕西最遥远的神木县。他告诉我们兄弟俩要好好的照顾你，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。只不过，我哥虽然大你几岁，但是老是被你欺负。没想到你还是个淘气丫头。真的吗？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？我只记得有一次我摔倒了，摔得很疼，然后一直哭，你呀就背着我，叫我不要哭，一直安慰我。你还哄我说，只要我不哭，长大以后就娶我做媳妇儿。哦，有这件事啊？后来我就问你，然哥哥啊，什么是媳妇儿啊？你说媳妇儿就是娶回家去疼去宠的，就像然哥哥对素云一样。
小时候的事情，我都记得不太清楚了。当时说的早就忘了，我只记得你后来就跟你姥姥去京城了。是啊，因为那时候我走的时候才8岁，前前后后在你家待了3年。去姥姥家之后，那儿的小孩特别少，虽然没人理我，可是我不觉得寂寞。那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在半夜的时候，一边偷着哭，一边想你们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的3年是我过的最快乐的3年。你看，素云呐，你才没多大，什么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？你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以后就再也不会快乐了。素云，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大哥吗？虽然这几年他是变得有些荒唐，但是他的本质并不坏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都是又善良却又固执的人。其实我并不讨厌他。自从你留洋以后，我就回西安了。这几年，陈俊其实带给我很多快乐。可是，不讨厌并不代表喜欢。哪个女人不想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呀？再说陈俊，不学无术，吃喝嫖赌，你这坏毛病实在让人难以忍受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反正说了也是白说。明天我就要嫁了。你们2个的婚事，其实我也不是很赞同。不过这门婚事是由2家父母来决定的。中国人这种愚蠢的婚姻制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改变。那然哥哥，您告诉我，洋人的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子啊？在西方，他们是遵循一夫一妻制的，那里的男人是不可以纳妾的。不过他们也讲究门当户对，那里也有被政治和金钱所出卖的婚姻。不过大多数的人还是因为相爱而结合的。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，他可以大胆地追求她，可以在心爱的女人的窗前放上玫瑰花，在窗下为他心爱的女人唱小夜曲。这和我们中国人的含蓄是不一样的。西方人，他们在追求感情的时候，往往是既浓烈而且又直接的。哎，冉哥哥，你有没有在那些洋女孩窗前唱情歌啊？哼，那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你喜欢的吗？这几年我在欧洲留学，一心只想多学点东西，然后把我学到的先进的知识和技术都带回国，不再受洋人的欺负。可是，冉哥哥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为什么不娶妻生子呢？现在你大哥他，哎，陈家不是一直都把你视为继承人吗？瞧不起陈俊那个庶出，为什么他们不先帮你张罗婚事，反倒先帮陈俊张罗上了？情这一切，我情愿为爱失眠。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，怎么看不见昨日红颜？边关离歌，唱不尽藕断情伤。是春风，吹不散两颗尘埃。漫漫来路，相逢何处？怎能忘记那？怎么你也会唱这首歌？思琴姐老唱给我听，日子久了我就会啦。冉哥哥，这首歌是谁写的？好好听啊！我不知道。你老是说思琴姐的，
你跟他是很熟吗？是啊，思婷姐又大方又善解人意，而且还会教我做人的道理。有时候啊，我觉得她就像我娘一样。哼，也许快了吧。你爹不是一直对他……冉哥哥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没想到你和他们一样，听了几句谣言就随便猜测。思婷姐才不是那样的人呢。我承认我爹对她有非分之想，不过这么多年来，思婷姐从来没有妥协过，更没有给她好脸色看过。这一切都是我爹自己一厢情愿的。哼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人是表里不一的。你想着他，你总觉得他比谁都好。他是那样的温柔、善良、贤惠，但是他却在背地里欺骗、背叛，在你面前表现出的一切，再表现给另外一个人看。但愿你的思琴姐不是那样的人。他才不是那样的人呢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情况。其实他……算了，我不跟你讲思妮姐的事了。反正她是一个好女人。哼，你看你，说你2句就涨红着脸，嘟着个小嘴儿。哎，你到时候可是要嫁进我们陈家当媳妇儿的，现在就像个小刺猬似的，嘟嘟囔囔，浑身是刺儿。哼，你看，你看，真的是个小气的小刺猬。思琴啊，今天呀又是个满堂彩，你听，外面还有掌声呢。思琴，有句话我不得不说啊，你明天那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不管你和陈然有什么恩怨，你不应该亮出真剑去射他呀。多亏那天没出大事。你说，你要是真把他射伤了，那以后啊，谁还敢来听咱们的戏啊？那太后又怎么敢宣咱们进宫演出呢？我知道了，大姐，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也不是我要怪你，有些事情啊，就应该有个轻重缓急。如今太后宣诏在即，有什么恩恩怨，先把它放在一边。我知道，这些年你心里头很苦，受了不少的委屈。这大姐心里啊都清楚，大姐明白，你心里面有一肚子的仇恨，可如今你已经成了角了，成了西安响当当的白牡丹了。你要做大事，有些事啊，该放下的就要放下。大姐，你别说了，我明白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他们陈家和韩家又闹笑话了。哎，明天不就办喜事了，今天还闹什么笑话？说的是啊，眼瞅着明儿就要办喜事了，可是那个素云小姐居然撂下婚事不管，和她那个小叔子，哦，就是那个留洋回来的那个陈家二少爷，2个人呐到城外游山玩水去了。听说呀，2个人昨天在荒郊野地已经过了一夜了，今儿晚上还不回来呢。长妈，又听谁胡说八道？怎么会有这么没有廉耻的事啊？哪儿啊，千真万确的，这是韩府里的管家韩德亲口告诉我的，那还有假？素媛，如果困的话，去汽车里睡一觉吧。我不困，只是有些倦了。你看天上的星星，好多好美啊，看着可真热闹。就像小时候我爹说的，天上的星星有多少，地上的人就有多少。地上的人数也数不清，天上的星星就数也数不尽了。素云，你知道吗？天上的星星，它们的距离其实很远很远的，远的就像人与人心灵的距离一样，没有边界。让哥哥，为什么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一定要那么远啊？事实上，星星之间的距离是可以计算的，可是人心与人心之间的距离却无法估量。素云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觉得你离他很近很近的时候，
也许那不过是一次擦肩而过而已。可当你觉得两颗心离得很远很远的时候，在下一个转身之间，已经贴在了一起。你说的话我不懂，只要你真诚的待人，人家也真诚的待你，两颗心自然就贴在一起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多少人、多少事，都无法做到真诚的，又有多少人、多少事，其实你想用尽全力去真心的面对，最后换来的却是伤害，还有欺骗。好奇怪啊，你说话的调调怎么跟思静姐一样啊？思静姐姐说过，能与你山盟海誓、难舍难分的人，就是那个伤你最深、让你肝肠寸断的人。也许你的那位思琴姐，正是看到了有人如此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叹吧。我想我能听懂你的话了。也许最遥远的距离，就是两个面对面的人，却拥有着背靠背的心，就像我和陈俊一样。快去睡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那好吧。也许最遥远的距离，是两个面对面的人，却又拥有着背靠背的心。思琴，你可回来了！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就不见你，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呢？我让长妈给你准备点儿。不用了，我在外面吃过了。吃过了？是不是外面有人请你吃饭？没有。哦，那你是不是又去大佛寺了？你跟踪我？不是，是我猜的。我听他们说你经常一个人去那里。他们？你说戏班里的人？才几天就跟他们混熟了？3琴班里的人都很热情，对我都很好。那就好。有什么需要你就尽管说。思琴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其实，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你，都希望你开开心心的。把不愉快的都忘记，有什么心事烦恼可以跟我说说，可以跟大家说说吗？说了一起分担，就没有那么沉重了。你又在想你的儿子吧？他一定很讨人喜欢。他爸爸是陈然吧？信口开河！你听谁说的？思琴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愿意想谁就想谁，不需要你知道。孩子的父亲是谁，都不会是陈然的。他不配当父亲，他不配，他不配。思琴，你别激动啊，我这是随便问问。你滚！你给我滚！我马上滚！但是你一定不要再哭了啊，哭多了对身体不好。你滚出去！我滚，那你好好休息吧。四儿啊，你是说，如果你不是在路上遇到了贾武和李春丽，
这大阿哥还在骗哀家，说他们已经回京城了。可不是嘛，老祖宗，您都不知道，那贾武早就料到您会宣召他们俩，还在西安城一直哀到盘缠都花光了，还让人赶到大街上。这边呢，早就下了旨要宣他们两个进宫，可那位就一直压着不办。这贾武倒还是个聪明人呢，连哀家的心思他都猜到了。咱们办报纸，就需要这种既机灵又忠心耿耿的人。好，做得好，小三儿，这回记你一功。谢老祖宗夸奖。哎，说起这大阿哥，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三儿啊，以后报社的事儿就交给你来管。这大阿哥嘛，就给他派个什么副主编什么的，任由你差遣啊。Sir，谨遵老祖宗懿旨。哟，老佛爷，您瞧咱们四格格这高兴的劲儿。哎呀，可惜了我们四格格是个女儿身，这要是男子汉呀，将来呀一定是大有作为呀。女儿身怎么了？哀家不也是女人吗？哀家比哪个男人差？那倒是，要说这话，嘿，谁也比不了我们老佛爷说的这么响亮。三儿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大阿哥的亲生父亲昨儿来求哀家，要哀家把你指给大阿哥做福晋。你看这事儿，老祖宗，Sir宁可做一辈子姑子，我也不要嫁给他。大阿哥是皇储，将来要是做了皇上，你可就是皇后喽。老祖宗，Sir这辈子只嫁自己喜欢的人，您就是下旨让我当王母娘娘，我宁可领着抗旨杀头的罪。瞧瞧这丫头，都说些什么呢？老祖宗，四格格这话说的虽然有点孩子气，可奴才着眼着宫里呀，妃子格格福晋们，唯独咱们四格格骨子里那点刚烈劲儿，是最随老佛爷您了。小李子，这话说到点子上了，所以哀家才这么喜欢小四儿。放心吧，哀家不会把你指给那个混小子的，哀家还舍不得呢。将来哀家会给你找一个理想的、你有喜欢的人家，好吗？哎呀，老祖宗，您说什么呢？快起来吧，起来啊！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三儿啊，说说，最近西安城有些什么新鲜事儿啊？要说这新鲜事儿嘛，头一桩就是那韩宇轩和西安城的首富陈家乐结亲家的事儿。这陈然才回来没几天呢，就要办喜事儿啊？回老祖宗，不是陈然，是他哥哥陈俊。他哥哥陈俊？老佛爷，有意思的是，那陈然呐，乃是陈家乐的正室所生，那个陈俊呢，奴才听说是陈家乐跟一个姚姐儿所生的。那陈然成亲了？没有。定亲了？也没有。你倒打听得挺仔细啊！哎呀，老祖宗，那您都问我了，我这不就答了呗？堂堂的巡抚千金，不嫁给嫡子，嫁给一个庶出，可不是嘛？听说那个陈家乐是出了名的怕老婆，而他那个老婆也是个出了名的泼妇。陈家乐和那个姚姐一来二去，蓝田种玉，那都是偷偷摸摸，没敢张扬的事儿。本来啊，是那个姚姐独自带着陈俊过活。到了那孩子2、3岁的时候，那姚姐就病死了。在临死的时候呢，才让陈俊认了他的亲爹。当时啊，陈家乐的大老婆是死活不认，可那陈俊呢，跟那他的老子是活脱脱的一个模子出来的，想不认都不行啊。况且当时还没有陈然，这么着，那陈俊才算入了陈家的大门。当时这事儿啊，
在西安城里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。这事儿就奇了怪了。堂堂的一个巡抚千金，不但与一个无官无品的商人结亲，还委身给一个庶出。想必陈家两兄弟一定都是1等1的人才喽。老佛爷，这话你可就说差了。那个陈俊啊，在西安人称是1等刁民，整个就是一个败家子儿，成天只是吃喝嫖赌、斗鸡遛狗，比咱京城那个纨绔子弟还没德行呢。这事儿可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小李子，备份贺礼，哀家要亲自给陈韩2家主婚。四儿啊，带着那个贾武、李春丽一块儿去，把哀家主婚的事儿拍下来写下来，这可是报纸头条啊！去，遵旨。老佛爷，您这不是给了韩宇轩天大的面子吗？其实哀家呀，也只是想去瞧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再说，咱不是要那韩宇轩筹银子重建正大光明殿吗？这会儿哀家给他点面子，将来叫他筹银子，他可就不能托辞，是吧？老佛爷您圣明。皇上，夜都这么深了，喝了这碗您爱喝的绿豆沙，奴才伺候您就寝吧。哦，朕不饿，你端下去吧。皇上，您这样可不行，您一天都没怎么进膳了，您还是多少喝一点吧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皇上，臣妾知道您今天一天没用过膳，怕您亏了身子，臣妾亲自煮了一碗杏仁银耳枸杞羹，是最为命补肾的。来，您趁热喝了吧。不用了，皇上已经端来朕最爱喝的绿豆汤了，朕已经觉得很好了。那枸杞什么羹的，皇后留着自己喝吧。皇上，今天您一天都没有吃过东西，哪能就这样喝那种东西呢？这绿豆是极寒的，只怕您喝下去会伤了您的脾胃，倒不如喝了这杏仁银耳枸杞羹来得温补些。来，您就进点吧。皇后太仔细了，朕打小就爱喝绿豆汤，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枸杞、银耳之类的东西。皇上你，皇上，您不想喝臣妾煮的汤时，您可以明说吗？何必这样折腾自己？皇上，你老糊涂了，胃疼怎么还没喝茶呢？来人，端杯热水。皇上。哦，皇后娘娘。皇上，那你好好歇着吧，臣妾告退。皇上，老奴看皇后的心还是向着您的。您对皇后有点太什么？你别忘了，她也姓叶和那了。可皇上，那次山神庙之事，不也全亏得皇后替您开脱吗？行了行了，提这些干什么？朕还想看会儿书，你下去吧。哎，皇上，去吧去吧。这。哥哥，哎，王公公，怎么了？有事吗？哥哥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啊，好吧。怎么了，王公公？莫不是皇上？是啊。
皇上他近日郁郁寡欢，茶饭不思，我怕再这样下去，他的身子就垮了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还不是思念珍妃，又担虑国事。哎呀，皇上的心啊太重了，要让他想开些才是。可不是嘛？可您都说了，皇上的心重，老奴劝他也无济于事啊。那王公公，您找我是为何事呢？老奴是想求四格格在太后面前递话，让皇上能出去散散心。老奴想着，皇上要是出了这行在，在外面走走看看，兴许能解解他的忧愁。可是王公公，您是知道的，这儿啊谁都可以出这个行在，这唯独皇上啊。老奴明白，老奴明白。正因如此，老奴才来求四格格您，只有您才能在太后面前说上话呀。这事儿啊，实在是有点难办。主要是我这话头不好起啊。如果冷不丁去跟太后说这个，恐怕太后是要起疑心的。这可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这明儿啊，太后要去给陈韩两家主婚，你嘱咐皇上，明儿一早去给太后请安的时候，让她自个儿去求个情。反正呢，太舅出去个把时辰，又有太后的銮驾护着，这样太后也许会同意。可是如果这样太后还是不同意，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谢格格恩典。哎呀，冉哥哥，到底行不行啊？都修了那么大半天了，再不走就都得耽误了。哎呀，别叫了，没看我正在修吗？不会耽误你结婚的。不然咱们就不行，耽误就耽误了吧。那怎么行？你不怕你爹喝砒霜吗？哎呦，我爹是吓唬我的，他才不会喝呢。小姐，我是怕我爹叫我喝。啊，老祖宗您快看，看他多精神啊！多机灵的鸟啊！皇上驾到！儿臣给皇爸爸请安。臣妾给老佛爷请安。都起来吧，谢老佛爷。起来说话啊！皇上，坐。皇爸爸昨晚睡得可安好，今儿的早膳用得可顺心。好，皇上睡得可好啊？回皇爸爸的话，儿臣昨晚睡得也挺踏实的。那就好。皇爸爸，儿臣想求您一件事。哎，起来说话啊！皇爸爸，儿臣这几日实在是烦闷，想出这行在这西安城里走走。皇爸爸不是也让儿臣多做出亲民的举动，拉近西安的民众与咱们皇室之间的距离吗？请皇爸爸恩准。皇上，你能把哀家的话放在心上，哀家甚是欣慰。西安这个地方，朝廷在方方面面都费了不少心思，也花了不少银子。本以为咱们母子到了这儿来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哎，谁知道咱们一来就有人扔了炸弹，隔没2天，这正大光明殿又给炸了。亏得还好有这个行在，否则啊，咱们母子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。皇上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要以龙体为重。等卢勇他们把那些匪徒歼灭了之后，到时候皇上要亲近百姓，体察民情，哀家绝不拦你啊！皇爸爸说的极是，皇儿虑事不周全，愧对皇爸爸的教诲。这事儿就算了吧。老佛爷，要我看呢，这西安是6朝古都，具有龙盘虎踞之象。其实皇上应该多出去走走，
去呼吸一下这人杰地灵的帝王霸气，这才能超越悲情，奋发图强。至于安全嘛，依臣妾看，在出巡的时候多带些大内高手，不让那些反贼有机可乘，或许也使得。老祖宗，咱们过了晌午啊，不是要给陈韩两家主婚吗？皇上啊，既然想出去散散心，也未必先和老百姓做什么接触。皇后呢，说的也有道理，这总憋在心在里头，是容易憋出病来。您就让皇上的皇撵跟着您的銮驾，这两边啊又有那么多的大内高手护着，我看呢不会出什么事的。哟，今儿怎么了？大家都这么同声共气的，好，难得一家人像个一家人的样子了。哀家准了，待会儿就让皇上跟咱们一块儿去啊！老爷，您看这都什么时辰了？过了晌午，陈家可就要来迎亲了，到时候交不出小姐，这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可急死老爷我了！去，派人到陈家去，看看陈远那小子回来没有。是，去呀！哎，老爷，哎，老爷您看，哎呀，木炭，你来了。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戏班子里给我配的一个跟班。韩大人，这不是素云出阁吗？你三催五请的叫我来干什么？哎呀，那素云啊，她点名非得让你做伴娘不可，否则她就不出嫁。你看，哎呀，现在她又找不着了。哎呀，这急死我了！她要是不回来，这她不会逃婚吧？哎呀，逃婚倒不至于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她给我留了个条子，可能是啊，让陈然那小子给拐带跑了。到时候他要是不回来呀，可真把老夫给急死了。韩大人，你又是痱子粉又是砒霜的，这婚逼的也太难看了吧？不过素云的脾气我知道，她答应回来成亲就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也别着急，把东西准备齐了，待素云一回来，上妆出阁便是了。对，思琴呐，牡丹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你真是我的主心骨啊，瑞儿，你带着白老板呐到小姐房里去啊，他让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，一切都听他的啊。是啊。好了，哎，你们快来，你们两个过来。来了，哎，老爷，来，你到那边去啊。是老爷，来，你过来帮他。哎，你，来，我们弄这个。哎，你的头至于包这么大？我还不知道，您一说我的头，来，怎么疼得这么厉害呀？老爷，老爷，师傅大人把小沫子带回来了。小沫子回来了，带他到我书房。哎，那文远镖局的五虎将也太不讲理了，根本就是恩将仇报。二少爷好心救了他们，还让我把他们送到大夫那儿去诊治，可结果呢？等那帮家伙醒了之后，就揪着我不放，愣说是二少爷使人下的毒，完了再假充好人，让我带他们去解毒，说那钱账房找不着，就一定已经遭了二少爷的毒手了。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，老爷自有主张。我问你，那个韩家的千金小姐韩素云确实跟二少爷在一块吗？是啊，千真万确。千真万确，要不是那位韩家大小姐，我和二少爷早就回来了。哎，眼看就要成亲的人了，缠着我家然儿干什么呢？那韩小姐说了，就是因为眼看着要成亲了，说没几天舒坦日子了，所以才拽着二少爷开着车到处兜风开心。什么叫没几天舒坦日子好过了？哎，那夜宿翠华山是怎么回事？那也是韩小姐的主意，正是因为她要把翠华山玩个遍，所以才叫我驾着马车把救的人先送回来。哎呀，成何体统，这也算官宦人家的闺女，堂堂巡抚大人的千金，那我家二少爷就由着他的性子这么胡闹啊？那韩大小姐花样百出，
蛮不讲理。二少爷哪儿拗得过他呀？再说，二少爷挺可怜他的。可怜他？可怜他什么？许是他也觉得这门婚事不合适吧？胡说！老爷，这是二少爷的原话，小墨子可不敢胡说。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？那韩小姐说等成亲前自然会回来的。成亲前，现在都到了成亲的时候了，我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呢。小墨子，赶快沿路去给我找他们，找到以后让他们火速回来，找不着的话，你也甭回来。老爷，这里头没我什么事儿啊，我白白让人关了一晚上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没看老爷还在气头上吗？你赶快找二少爷去。是。好，真是不错呀！这哥哥嫂子眼瞅着就要拜堂成亲了，小叔子头天晚上居然和嫂子夜宿翠华山。俊儿啊，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完全怪小然。刚才小墨子说的话，你在外面也听见了。这个就怪那个韩素云缠着小然不放。缠着小然啊？小然有手有脚，一大老爷们儿，还开那么一辆日行千里夜走800的铁壳子车。我说爹，那您说韩素云凭什么缠着小然呢？这呀就叫苍蝇不叮没缝的蛋，都他妈不是什么好玩意儿。你给我住嘴！一个是你未过门的媳妇儿，一个是你亲兄弟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爹，那您也知道他们一个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，一个是我亲弟弟啊，那他们自个儿也该清楚啊。那他们还干出这种事儿来啊？许他们做就不许我说呀？你胡说什么呀？他们两个做什么了？不就是游山玩水而已吗？我说爹，您这心眼偏的也偏的太狠了吧？我那好小然啊，我那亲弟弟都快让我当上绿毛王八了，这会子您还向着他呢？行啊，这婚事老子还不干了。你回头您告诉陈然，让他甭带着韩素云东躲西藏去。有什么呀？不就这身衣服吗？我立马脱下来给他。您呐，该干嘛干嘛吧。老爷，韩府派人来打听，问陈然少爷回来了没有？你出去告诉他们家人，就说陈然少爷正跟他们家小姐洞房呢，等洞完房，一准带着他们家小姐回娘家。你这个逆子！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小姐回来了？不是，这是老佛爷和皇上驾到啊！臣叩见太后老佛爷、皇上、大阿哥、四格格。大伙都起来吧，小李子，赶紧的把韩大人扶起来。韩大人，哀家今儿啊是特地来给你道喜的。打从京城到这儿来1个多月，尽是些闹心的事儿。正想说呀，找点什么喜事来冲冲这个霉气。巧了，正好碰上你们陈韩两家的喜事了。你看呐，哀家把皇上大伙全都带来了。韩大人，
不会怪哀家给你添乱的。哎呀，老佛爷如此器重微臣，真是折煞微臣了。怎么又跪了呢？赶紧起来，快起来！小玉出阁，惊动了这么多位主子大驾。哎呀，微臣真是不胜惶恐啊！哎呀，真让微臣不胜感激涕零啊！哎呦，怎么说着说着又抹起眼泪来了呢？今儿是大喜的日子，哀家还要进去给他们小两口祝婚呢。你呀，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老丈人吧。哀家急着看新娘子呢。哎呦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哪有让主子去看望她的？待会儿让他们赶快给她梳洗打扮完毕，再过来给诸位请安。请诸位主子赶快到大厅坐坐吧。啊，那也好，走。请。思琴，思琴，哎呀，思琴呐，思琴，怎么了，韩大人？素云回来了。素云要是回来，我就不着急了。现在是素云没有回来，太后跟皇上倒是来了。什么？他们居然来了？哎呀，太后跟皇上连个招呼都没打，突然就来给素云主婚，你看看。哎呀，思琴呐，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。你看在素云的面子上，你是不是不要跟太后、皇上他们凑热闹了？啊，今天毕竟是素云大喜的日子，你们两个是情同姐妹呀。就算你是为了素云，我想你就不要。韩大人，你放心好了，今天是素云的大喜之日，我不会给她添麻烦。思琴呐，你太好了啊！韩大人，这回你可以放心了，快去伺候太后皇上吧。哎呀，太后啊，要见新娘子，可是现在素云她不见人影，我上哪儿去给她找新娘子？我总不能跟她说我韩宇轩的女儿已经逃婚了吧？你看现在可怎么好啊？韩大人，你不用着急，这个新娘子嘛，我自有办法。素云呐，快给太后老佛爷、皇上和诸位主子请安呐！哎呀，快给各位主子请安呐！哎呦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快起来，来！四哥哥，那盖头得等到入了洞房，让丈夫来掀，你瞎动什么手啊？老祖宗，我呀就是想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。你又不是新郎官，咸吃萝卜淡操心，你着什么急？好了好了，瞧新娘子吓的，赶紧扶进去吧。丫头啊，今儿个哀家给你主婚，皇上给你证婚，放大胆儿，风风光光的把自个儿嫁出去啊！快谢谢啊！哎呀，微臣替小女谢过皇太后和皇上，小女没见过世面，不懂规矩，恐怕顶撞了皇上和老佛爷，我是不是把她给搀回去呀？去吧去吧。谢老佛爷，谢皇上。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！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！哎呀，你嚷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！哎呀，思琴呐，今天是多亏了你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我混过了这一关。哎呀，素云这个丫头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按说素云也该回来了，时辰就快到了，陈家的迎亲队伍是不是快来了？哎呀，韩德，韩德，老爷，你快去告诉陈家乐，你就把这个太后要主婚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跟他说，不能再耽误了，让陈俊赶紧过来迎亲。要再拖下去呀，可就要穿帮了。是，老爷。
可素云还没回来，这新娘子……哎呀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把蕊儿嫁过去吧。你干嘛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恐怕那边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，我不快点行吗？你就那么急着让我嫁出去啊？我已经陪你疯2天了，想得通想不通，你也该对自己有个交代了吧？你要嫁的是我大哥，就算他再怎么不学无术，我也希望我的大哥娶的是一个心甘情愿、快快乐乐的新娘。你要是不回去的话，我现在马上开车送你回北京姥姥家。若是你要嫁的话，就不要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。那你希望我嫁吗？这是你的事，关系到你的终身幸福，不要问我这个不相干的人。开车！我这就去嫁人，这就去嫁给你大哥，再也不会来烦你这个不相干的人。没事儿啊。哎呀，我说爹，这银子那可是你心甘情愿给我的，别回头再跟我要回去。就这一顶绿帽子呀，500两银子，得，勉为其难吧，就当回新郎官啊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赶快给爹上路吧啊！陈员外，大事不好，大事不好啊！又怎么了？那太后老佛爷和皇上突然驾临我们韩家，说是要给小姐和大少爷主婚呢。什么？你说谁主婚呢？太后老佛爷呀！哎呦，那你家小姐回来了吗？那陈元少爷回来了没有啊？可不就没有吗？那小姐自然就没回来了。哎呦，那这迎什么亲呢？你说，老佛爷也真是的，好端端的主什么婚呢？这不添乱吗？这不，让我们家俊儿一个人去拜堂。陈员外，您先别着急，我们家老爷先让蕊儿办上了新娘的装束，说让大少爷赶紧去迎亲，拜了堂，成了亲，入了洞房，就算糊弄过去了吗？我们家老爷说这事儿得抓紧点，要不然穿了帮不是？是啊，刚才太后身边有一位格格，差点掀了蕊儿的盖头。哎呦，真亏了你们家老爷想得出来呀！哎，行了，俊儿，你赶快上路。你可千万注意，在太后面前可不要胡说八道，顶撞了圣驾，了不得呀！我说，咱今儿是怎么热闹怎么来。哎，我陈俊结婚那就是不同凡响啊！太后主婚，新郎官受伤，新娘子还是个调包的。我说各位，吹打起来吧，咱们走着瞧。少爷，您可回来了，老爷都快急疯了。行了，上来了。糟了，太后已经到这里了，我们得从后门进去了。老爷，来了，姑爷到了。哎呀，你这是……哦，对，前天听说你好像从马上掉下来了，对，好像摔得不重啊，不，这摔得不轻，这头怎么弄的呀？谢岳父大人关心，
我没摔坏，我是真没摔坏。你看，就是时不常的老觉着脑袋犯晕，这人呢也一天到晚的轻飘飘的。您瞅，这不是包严实点吗？包严实点，诸位，这脑袋一沉，那人就站稳了。好，站稳了就好，站稳了就好。快！见过老佛爷、皇上。哎呦，快点！草民叩见老佛爷。草民叩见皇上。这是大哥哦，这是四哥哥。哎呦，得嘞！草民叩见大哥。草民叩见四格格。行了，都别笑了，都伤成了这样了，还来迎亲，你这新郎官可当得真不容易。你就是陈然的哥哥陈俊，那如假包换呢？那你这脑袋是？就那天和他们，我是骑马去了啊，这就打马上摔下来了，大头冲下，那弄个倒栽葱，您瞅，脑袋就摔成这样了。我说这位新郎官啊，哎，这是哪个大夫给你包的啊？他知不知道你今儿成亲啊？回这位公公的话，这个那是草民自个儿包的，您不知道，这脑袋摔坏了，闷难看呢。回头新娘子看见了，该说了：“哟，这位新郎官怎么摔成这样？怎么破相了？”诸位，不好，您瞅，这我包的多严实啊！看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叫什么？陈俊是吧？哎，这脑袋受了风啊，就得这么包着。听我的没错，跟你老婆入洞房的时候，千万别摘下来，切记给我包足了77、49天，要不然你就变傻了。哎，大哥，都伤成这样了，也没耽误婚期。想必这小两口啊，将来一定恩爱。赶紧的扶闺女上花轿吧，咱们也好去凑个热闹。遵旨，快起来啊！起来！走吧。不是。小姐，醒醒啊！小姐，小姐，醒醒啊！小姐，快把蕊儿给我抬上轿去！小姐，老爷，小姐还晕着呢。哎呀，就是给我塞进轿去！爹！哎呀，小祖宗，你可回来了！快，换衣服上轿去吧！等一下，你让我上花轿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哎呀，你要逼死我呀！你，好，你说。今天当着众人的面前，你要答应我，从今以后，不能让思婷姐踏入我韩家的大门，做你的小妾。啊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不答应啊也行，你爱让谁嫁就让谁嫁，本小姐我不嫁了。哎呀，姑奶奶，我答应你，要不然你爹脑袋就要搬家了。哎，今天可这么多人都是人证啊，你可看到了？你可不能食言哦。哎呦，好，我不食言，快，你快去换衣服，姑奶奶。哎呦，快点吧。哎呦。小姐真漂亮，怎么样？好啦，素云，这是姐姐的一番心意，你收下它，做个快快乐乐的新娘。思琴姐。
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！我起冲！快刹车！快刹车！刹车！二少爷，我也太委屈了吧！刚从知府大牢里出来，还没到晚上呢，又关到巡抚大牢里了。哎呦，这巡抚大牢就是比知府大牢看着厚重阴森呐。这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看你在那边叽叽喳喳的，我看老爷取名取错了，我该重新帮你取名啊，叫陈叽叽或者是陈渣渣。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记住了啊，一会儿要过堂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说这车是我开的。你是看到有人在车上威胁我，所以你才跳上车打算救我的，这样你明白了吗？二少爷，我哪有这胆儿啊？谁信呢？再说当时那么多人，要是有人出来指证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喂，我让你这么说，你就这么说，他们不信也得信呐。况且当时这么混乱，就说他们眼花了。可是二少爷，我哪能让你替我顶这罪啊？再说，这不也是让人给胁迫的吗？不能怪咱们啊！笨蛋，就算你承认车是你开的，我爹他会救你吗？你不想想看，说不定他还问你一个与反贼同谋、刺杀皇家之罪。你也不看看你脖子上有几颗脑袋，够不够他们砍的？这倒也是啊。可是二少爷，您就没事吗？你不用担心我爹他一定会拼命保我的。况且我认识太后，算是有点交情。太后她是个明白人，她说不定会为我开脱的。哎，只是不知道素云这个死丫头跑去哪儿了，最后还摆我一道。老佛爷，您喝一口吧。中宫那边怎么样了？回老佛爷，皇上那边好着呢。刚才王商已经回过话了，说皇上喝了碗安神汤睡了，倒没什么大碍了。哦，那就好。老佛爷，你也趁热喝了它吧，也压压惊，好吧？来，别烫着您，慢点。哦，对了，给咱们四儿也来一碗安神汤。今儿个他可是立了头功了。这不用，一个土炸弹呢，吓不着四儿。没吓着你，可吓着哀家了。哎呀，才刚到这儿来，就让人家扔了炸弹，隔没2天呢，这正大光明殿又给炸了，这现在又
这是个什么事儿啊？卢勇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不是叫你赶紧追查吗？好了，又让哀家听了一回响。老佛爷，微臣办事不力，死罪死罪呀！不过那竟然反贼，实在是防不胜防啊！哼，那是你无能。是，臣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行了，起来说话吧。谢老佛爷恩典。三儿，这会儿了还有功夫笑？回老祖宗，四儿啊，突然想起那个包着大脑袋的陈俊了，实在忍不住。哎呀，说起陈俊这兄弟俩，还真是天差地别啊！就算是外头女人生的吧，也不能生出一个这么混账的小子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陈俊呐，跟他老子还真的有几分神似，这让哀家不得不怀疑，难道陈然是外头抱来的？这哥俩怎么会差这么大一截呢？老祖宗，你可别忘了，那陈然啊还在巡抚大牢里压着呢。你着什么急呀？哀家自有打算，就让那陈然呐在牢里头委屈几天吧。对了，四儿，那天拍了不少照片吧？这头条就是陈韩两家的婚事，办报得抓紧了。哎，李春丽的文笔应该不错吧？把他们两家的恩怨往深处写，往狠里写。哼，要想和和乐乐的，难呐！老祖宗，您放心吧，明儿四儿就去找地儿办报社，不出3天，四儿保准让老佛爷您看上报纸。不过呀，这报纸起个什么名儿，老祖宗还得您给四儿拿主意啊。咱们在京城的报叫京报，这会儿咱们在西安，也算是暂时的京城，就叫西京报吧。遵旨。老佛爷，这个名字起得好啊，听着就那么大气。总之呢，咱们这儿审着，你的报纸那儿呢就写着，1期不够来2期，来3期，就跟说书一样。咱们来个下回分解，让全西安的人的目光都对准了他们陈韩两家。哈，咱们呢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行了，都下去吧。这，卢勇，臣在。哀家还有话跟你说，你留下。是。谁呀？思琴，是我呀。竟然你还有脸回来！今天白天吓死我了，我真担心你会出什么事啊！你知不知道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？你任炸弹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对不起，当时情急，我听见韩宇轩对你说皇上和太后在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报仇、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你，就自行离开了韩府。报仇你就知道报仇，你有没有为别人考虑过？对不起，我知道让你……你哪里对不起我？你太对得起了，就因为你的一颗炸弹，素云在他的婚礼上失踪了，而我差点被你开的车撞死。思琴，我当时可不是要撞你呀，我就是宁可自己死，也会保你的周全，不会伤害到你的。好，你不是故意撞我的，是为我好，竟然为我好。为什么在素云结婚的时候找慈禧报仇？万一炸弹没有炸到慈禧，炸到无辜的人怎么办？现在素云的婚礼被搞砸了，连新娘子都不见了，你让韩宇轩情何以堪？韩宇轩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个好色之徒，一个大大的贪官罢了。他有这样的下场，是理应如此。要不是你和韩宇轩关系暧昧，要不是你和陈家有理不清的瓜葛，你会放弃这次机会吗？你就不会选择此时报仇了吗？你做一个素云婚礼，又一个素云失踪的，其实你最在意的根本就是陈然被关进了监狱这件事。你是心疼陈然，所以
你才不分青红皂白的来责怪我。有本事就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本事就把慈禧杀了，办事不力还强词夺理。如果你有本事，为什么慈禧还活着？为什么素云失踪了？为什么陈然被关进监狱？好，我竟然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连累别人。既然你那么在乎陈然，我这就去自首，把他换回来。我这就去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现在出去只有死路一条，还有谁为你爹报仇呢？虽然陈然被关进监狱，可是陈家才是强大，陈家亮一定会想办法救陈然。就算陈然被处决、被凌迟，那都是他应得的报应。可你呢？你是他们要抓的钦犯，只要被他们一看见，就可以先斩后奏去领功。这个时候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会再贸然行动，不会离开你。素云的与我是好姐妹，我希望她有个好的归宿，但愿她没事能平安回来。四姐，我知道你对素云的感情。韩宇轩知道我的身世，更对三清班每个人的来历了如指掌。他若想加官进爵，大可把三清班给端了。可这些年来，他一直都没有说，还暗中保护我们三清班。你知道三清班今天的名声和地位是怎么来的吗？不知道。所有人都知道他有意于我，我自己也知道。他没有强迫我嫁给他做妾，更没用他知道的一切来要挟我。就凭这些，我也不能在他女儿出嫁的时候给他搅局呀。四姐，我对不起你，刚才不应该那么对你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好。现在事已至此，我们俩就不要互相责怪和埋怨了，还是想办法找素云报仇的事，还是伺机而动吧。你都看清楚了，中宫是被那炸弹吓得慌不择路，还是存心逃匿？回老佛爷，微臣看得很清楚，皇上四下寻找出路的时候，脸上毫无惊慌之态，只是微臣到了跟前拦下他的去路之时，才表现出惊慌之态来。四周可有接应他的人？哦，那倒没有。依微臣看，皇上此番应属一时情急，率性之为。他想干什么？难道就一个人这么跑回京城吗？老佛爷息怒，依微臣看，皇上这是在行在里待得有些烦闷，不免一时心急。老佛爷，不如什么？不如就由得他去，让他跑回京城，跟那些维新党勾结起来，削哀家的权，逼哀家的功。老佛爷言重了，老佛爷言重了。起来回话吧。谢老佛爷。这回呢，你也算是立了功。可是你这功跟四格格的不一样，他是可以端到台面上，让哀家论功行赏。可是你这功呢，放心吧，哀家会记在心里的。老佛爷，微臣受您赏识提拔之恩，无时无刻不怀着为您前赴后继之志。老佛爷，就等着您一声召唤。不愧是哀家一眼看中的人才。罗勇，哀家有3件事情要交给你办。是。第一，靖人那个祸害，你要加紧的追拿。第二，京城维新党那边已经渐渐的朝西安靠来，如果让他们跟皇上接上了头，那可就是后患无穷了。第三，当务之急，要扳倒韩宇轩，拔除他在西安的恶势力，一定要挑到他们陈韩2家水火不容。光是四格格那儿办的报还不够，哀家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一定要让他们陈韩2家视对方为仇敌。这场隔山观虎斗，哀家是看定了。卢勇，哀家的意思你明白吗？老佛爷，微臣听明白了，您放心，微臣一定会竭尽全力。老佛爷，要是没别的事儿，微臣可就告退了。
当当，在。那天在婚礼上，走在新娘子旁边的那位女子品貌非凡，那是谁呀？哦，老佛爷，那是3秦班的白牡丹，是西安唱秦腔的第1红角，新娘子的闺中好友。白牡丹。这千金小姐的闺中密友，居然是个戏子。千金小姐嫁个混小子，这陈韩两家的事儿还真是层出不穷啊！哈哈，陆勇在，这些事儿啊，都上点心，说不定还可以从里头做出点什么文章来呢，是吧？臣遵旨。老爷，老爷，这整个西安城都被咱们搜遍了，这连小姐的踪影都没有啊！给我找，把西安城给我见个个也得找回来。这，老爷，臣员外求见。什么？他还有脸来见我？让他进来吧。哎呀，亲家呀，你打住！谁跟你是亲家？哎，这婚没结成，婚约还在吗？哼，什么婚约不婚约的？我的女儿素云让你那2个儿子弄的是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，这且不言呐，还从他的车里冒出一个什么刺客啊，扔炸弹。我看呐，你就再也不要跟我提什么婚约不婚约的。我韩宇轩就是有18个脑袋，我也不敢高攀你这门亲事。哎呀，亲家，好，韩大人，行了吧？你这话这么说就没意思了，是不是啊？这，我家然儿的汽车确实撞了你的花轿，那个汽车里面确实冒出一个反贼，还扔了炸弹。你家素云失踪，那是他自个儿跑的，还说那刺客吧，是不是？当时在庭审的时候，然儿也说了，那是被人用枪胁迫的。哎呦，照你这么说，你家的公子还是1等的良民，我拘他还就拘错了，对吧？对呀，放屁！哎呀，瞧瞧你还有脸跟我说呢！哎呀，你就看你这2个宝贝儿子吧，就说你那个满腹经纶、才华出众的老二吧，他居然在他哥哥结婚的头1天，带着他那还没过门的嫂子，在夜里，在外头，在山上，在野地里过夜。哎呀，我都说不出口，这荒唐不荒唐啊？是。总算他还把他送回来了吧？再说你那混世魔王的老大啊，他顶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呀，他就居然那么样的过来迎亲了。他还对我说：“哎呀，岳父大人，我的脑袋太轻了，我得弄得沉一点，稳当一点。”哎呀，他在皇上、在太后面前给我丢尽了脸，出尽了丑。哎呀，最后居然还有一个什么炸弹啊，扔出来，这要上到太后和皇上，这你我陈韩2家可都要诛灭9族啊！你居然还想来个1推625啊！想轻描淡写的把你儿子的罪行推得1干2净，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哎呀，我家然儿和俊儿的行为举止确实有不当之处，多包涵啊！你我2家毕竟是同声共气嘛，你可不能一时激愤而不顾青红皂白呀！现在咱们不管前因后果。摆在咱们面前的就2条吧，一条是那个刺客，另一条就是你家的素云。那个刺客，那在太后进西安城的时候，他就来过这手啊，你当时没把他逮住吧？难免他就会来的第2手，是吧？这太后刚一出这行在，不就让他看见了吗？不就出事了吗？这不，你家素云失踪了。这个西安城的城门都因为那个反贼的事全封上了，这素云肯定没出城，还在城里呢，所以说他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危险。
还有就是我家然儿的汽车撞了素云不少的陪嫁，我陈某人双倍的赔偿啊，不稀罕。再就是我家然儿了，就算是我求你了，看在咱们陈韩两家的份上啊，看在咱们的交情上，我们缔结即将缔结姻缘的份上啊，您就高抬贵手，从轻发落了吧。你别再让西安的这个老百姓看咱们陈韩两家的笑话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哎，老陈呐，这样啊，刚才呢，我的火气也是大了一点儿，可是，从你儿子的汽车里头扔出个炸弹来，这事儿不假吧？是啊，所以在太后面前，我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儿，敢把陈然放出来。不错。过去呢，我跟你那个然儿是有那么一点过节啊，有那么一点恩怨，可就冲着咱俩的感情，我也不能为难他呀。啊，老韩，就冲你这句话，咱们老哥俩的交情没白搭。哎呀，可这反贼扔炸弹是非同小可呀，万一哪天圣上龙颜大怒，我儿子的命可也难保啊！这，你看看，哎呀，我这宫里不认识人呢，我找谁去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要不你给我指条明道？瞧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啊，你说现如今能在宫里说上话的啊，能让老佛爷改变心思的，你说还能有谁呀？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？老爷，然儿的事怎么样了？他们为什么要抓然儿啊？你不是出家当姑子清静修行吗？回来干什么？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啊？什么叫我回来干什么？我儿子为了哥哥无缘无故下了大牢，我能不回来吗？我那是你家然儿把他大哥的婚事搅和了，自己折进了大狱。你胡说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我的然儿是那么知书达理的孩子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呢？老爷，你说这话也未免太偏心了吧你？你家的然儿进了大狱，你还说我偏心呢？那你自己想办法去吧。你站住！哎呀，他可是你的嫡亲，正儿八经的宝贝儿子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？以后咱们陈家还能指望他吗？我说你能不能说点别的？整天就2碗豆腐2碗。然儿是我儿子，可俊儿也是我儿子。你说我陈家乐总共就这么2个儿子，这还让你分成什么嫡亲庶出？本来嘛，他就是继你生的，他凭什么跟我？他身上流着我们陈家的血，甭说他是继女生的，他就是条母狗生的，跟我陈家乐生的儿子也是我儿子。你说的什么话呀你？哎呦，你算把我气糊涂了。夫人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家的然儿是闯了大祸了，他把皇上和老佛爷都顶撞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咱们家然儿的一道劫难，能不能闯过去，那就看咱们然儿的造化了。老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真的不管咱们然儿了吗？老爷，老爷！是四儿，皇上可是又托你给我传话吗？
哟，这不是3级班的白牡丹吗？她来这儿干嘛？可不是，这白牡丹不在戏园子里唱戏，怎么跑到这巡抚大牢门口来了？哎，这谁呀？这是干嘛往里闯啊？当这什么地方啊？本少爷要探监，带路。哟，瞧这白面书生，长得倒挺俊俏。探监？这巡抚大牢是让你随随便便想探谁就探谁的吗？本少爷想探谁就探谁，你们谁敢拦着？嘿，吃了豹咋了？上我们这来耍横来了？拿下！哟，嘿。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您是请在小皇城派过来的人。哼！哎，主子，请留步，留步！您想探谁就探谁，可是您得告诉咱们您是哪位主子，巡抚大人问起来，我们好有个交代，是不是啊？我姓爱新觉罗，当今万岁爷那是我皇叔，当今太子大阿哥那是我表弟。你们啊，就这么回你们巡抚韩大人吧。啊！别趴在我面前挡路，起来，带我去见陈然。请。去，没有我的吩咐不许过来。哎，好。还没认出来啊，傻瓜！你是？哦，我还想说，怎么越看越眼熟？原来是四格格。哎，小帽子，快来叩见四格格。小帽子，叩见四格格。这孩子还挺精的。喂，陈然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要弄你那些洋玩意儿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这下好了吧？果不其然，把自个儿弄进大牢来了。我说格格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是来取笑我的呀！唉，害我刚刚还痴心妄想，以为你是来救我的呢。我替你求情了，可是太后她不让。不是，我跟太后说呀，像你这样的人啊，就应该在大牢里多关上2天，然后呢，再好好治你的罪。可是呢，太后她老人家慈悲的很啊，她说了，撞车的事儿怪不到陈然，那是刺客的罪过。那怎么不放我们出去啊？你着什么急啊？砍头也砍不到你脑袋。我来呀，就是跟你说一声，你不用太担心了。老佛爷那自然有人跟你说情，而且啊，太后也说了，这里头不管你什么事儿，你就放宽心吧。这就是老佛爷让你给我来传的话吗？这是我，你少管，啰嗦什么呀？知道就行了吧？我说陈然呐，你就听句劝吧。老佛爷这么喜欢你，你就正好踏踏实实朝老佛爷求个官，先外放上2年，等你吕表也好看了，多了些历练，你再调回京城任个京官，那礼部刑部尚书房随便挑个好地方，不出几年啊！不出几年，以太后对我的赏识，以我的才学资历，以我陈家背后的财大气粗，封侯拜官亦不远矣。格格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？你挺明白的嘛你。格格岁数不大，官样文章却做得很好了。这官场上下、朝廷内外，对你来说，恐怕就像看那名利场一样，可沽名，可钓誉，可求权，可求财。这国家社稷4个字，对你无足轻重的很啊！哼，可惜呀，可惜格格不是男儿之身，要不然大阿哥这个位子肯定是格格您的。陈然，有你这样的人吗？背着宫里头，背着老佛爷。我偷偷来看你，特地来给你宽心。你可倒好，竟然拿这样的话来说我，难道你就真的？好吧，你志不在当官，就算我刚才的话全都说错了，你要完成你什么实业救国、科学救国的理想，可是你总得保住你的性命，保住你的安全吧？你开着你的汽车满西安城的乱跑，如今还把自己嫂子的花轿给撞烂了。要不是你太过招摇，你能这么惹祸上身吗？老佛爷能保住你这一次，未必能保住你下一次。到时候，我就是有1000张嘴，我也难
我也难再为你开脱。难道你就一点也不懂得做人的中庸之道吗？哼，中庸之道，格格你自然深谙此道了。可惜陈然，我最烦的就是这4个字，中庸。中庸，就是因为人人中庸，事事中庸，咱们大清朝才潦倒到今天这个地步，给洋人牵着鼻子走，受尽侮辱。格格的好意，陈然心领了。不过你我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对彼此恐怕只是对牛弹琴，浪费大家的时间，还是请4格格回吧。陈然，你太过分了！哎呀，哎，对，干啥呢？对，不该听的别听啊，不该管的别管，听见了吗？好，来，喝酒。我知道你讨厌我说的话你全都听不进去。我知道，你觉得女儿家不该有如此城府，不该懂官场上揣和逢迎之道。就像你说的，女儿家要有女儿家的率真可爱。可是，我是普通的女儿家吗？我是当今庆亲王爱新觉罗载镇的女儿。你个女孩子不想天真率直一辈子，可是别人家的可以，我可以吗？伴君如伴虎，陪在太后身边，天真率直4个字会连累多少人掉脑袋，这个你知道吗？你阿玛是你阿玛，你是你，你又何必？你以为我此次出京是来玩的吗？你以为我真的是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我阿玛送到太后身边的一个人质。阿玛他老人家在京议和，为防太后疑心，才把我送到太后身边的。这你都知道吗？身为皇族血亲，种种心酸，种种无奈，你一个平头百姓又能了解多少？别说是我这个小小的格格了，就是当今的万岁爷，他又能怎么样？你知不知道，11年前，也就是光绪15年，万岁爷亲政那一年，他的亲生父亲醇亲王，就是因为一个叫吴大成的河道总督上了一道折子，要给醇亲王前面加一个皇帝本生父的称号，区区一个臣下，溜须拍马想出来的称号，就把当时的醇亲王，皇帝的亲生父亲，活活的给吓死了。阿玛说过，醇亲王得病后，被下了密旨，禁止盐医用药，就这样活活的断送了一条生命。这些官场的险恶，而且还有宫廷的秘密，你又何必说给我听呢？我告诉你这些，是要让你知道，堂堂万岁爷登基的头1年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保不住。我这个4格格，要想让我远在京城的爹睡上一个踏实觉，我不心怀城府，我不揣和逢迎，我行吗？我敢吗？我敢用庆王府上下那几百个人的脑袋，去求那所谓的天真率直小女儿之态吗？4格格，陈然出言不逊，多有得罪。今天听了你这些话，陈然才知道自己妄下断言，得罪了格格，还望格格恕罪。你何止是伤了我的心，你简直……算了，反正今天爱听不爱听的我都说了，以后你爱怎么想我就怎么想我吧。不管你爱听不爱听，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，你要么留洋在外，永远别回来。如今你既然回来了，就最好永远给我记住一件事，这里不是处处讲人权的西洋，这里是大清朝。老婆都丢了，还不出去找找？哼，原本就留不住，找他干什么？装的倒是挺像的。我装什么了？你装什么你自己明白。
还需要问我吗？怎么着？跟我打哑谜是不是？吃醋了？要是我说我真的吃醋了呢？折腾一天了，累了，上床睡觉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倒是无情却有情。可以看看呐。我的儿啊，然儿，退后！陈然，案发当日，你们俩到底是谁在开车？赵大人，全西安的人都知道，那辆汽车只有我陈然能开。那为何衙门的人去拘捕尔等之时，陈默也在场？陈默乃是我的贴身下人，他看见我受人胁迫，一时护主心切，就跳上车来了。若非陈默，恐怕汽车真的要撞到太后的銮驾之上了。陈默，你家少爷说的可是实情？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